没人信杨紫要烧 CP。网友：他可以自己查了。由于今年人偶的圈外展示全是 CP 区，杨紫也开始相信长情会有 CP 预热。没想到的是，他就是这样一个高贵的头等舱绽放在这里。张晚怡、谭健次、邓威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至此，他们和杨紫热 CP 的欲望为零。至于杨紫，同样是焦躁不安。他又怕自己太过主动，一时冲动就差了一半。他也担心自己的伙伴们真的傻了，最终本该不属于他的圈子的事业会以失败告终。杨紫要是有什么炒 CP 的心来支撑节目的火爆，他可以挺身而出，理由是这3人跟他扯上关系的欲望真的是零。自从张万毅接手了长情的拍摄后，他就失去了作为艺人的初心。显然他可以从第1场开始，但他必须坚持流量的僵局。因此，在节目的反响没有合理正面的批评之前，他不会站出来过度推进。总而言之，他一直在想的是，如果这部剧能够火起来，那么到时候他就要成东风了，让自己因改变交通失望的低分而与众不同。还有谭健次，他很清楚他的等级证明他不可能和异性有 CP 感，所以不管杨紫要不要绑他，他可能其实并不看重杨紫的面子。他的摆设已经一直都是，不管是自夸演技好，还是跟男星含糊其辞，他都不浪费时间去刷女星。还有邓伟这边，自从人机崩坏之后，他一刻也没有想过要出去作秀，尽量不搞那种触手可及的心境，所以现在可以退一段时间，然后在应该看到的时候看到光。所以与其说是杨紫丑，不如说他的同事们此时真的无能为力了。因此，长相思的晋级全靠他这个非凡的冠军。02过万人评分夫妇，2人落败，1人破8分，余生人数最多。从近来的影视剧市场来看，合奏节目似乎比现在的符号剧更能享受到更多的福利，突破10万。这3部剧分别是刚刚在这个时间段杀青的《点亮我温暖你》，杨紫肖战合作的《如果不嫌麻烦就把余下的人生教育我闪闪发光》，被称为屋顶上的南瓜。截至目前，达到及格以上的作品共有9部，而评分最高的节目也成为了评价人数最多的节目。翟子路和戴露娃合作的《我的卡路里小子》评分8.1。这不仅是今年，也是未来几年罕见的现代标志性节目，得分很高。这个节目非常有道理，情节真实而敏感，人物也非常实用。评价不多的根本原因在于，这部剧的2位驾车艺人都不是知名的交通达人，所以对戏的处理能力一般，但这并不影响它是一部不错的剧。在任何情况下，高分都可以说明一切。这个阶段的老牌偶像秀需要理性的作品，目的是让人群有一种更替感，大家追剧往往更直接。詹和杨紫合作的《满足指导》直到我生命的尽头获得超过26万的评价。这部剧早就权威完结了，却因为种种原因和大家见面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空中表演，肖战和杨紫都是知名艺人，2人的知名度都非常高，而且过往的作品资料也普遍非常出色，所以有着特殊的节目传达能力。这部剧在直播的时候就受到了深刻的审视，2人在节目中的表现同样极为敏感和有规律，堪称是一部有点甜的符号剧。闪闪发光的星星和点亮我温暖你分别获得了14万和10.8万的评价，分数分别为6.8和7.3。其中的题材和故事有点新，这是某种程度上的主要优势领域，每个人在追求表演时都会进行大量对话。点亮我温暖你最近已经结束了，这个节目可以被认为是一个具有普遍严重回收水平的前沿标志性节目。最大的好处就是投影有些收获，包括很多书迷都给了深刻的评价。股票中有2场演出被忽略通过评估，分别是杨颖和赖冠霖合作的《爱情应该怎样》，以及杨幂和徐凯合作的《恋爱法则28》。目前《爱情法则28》正在实时播出中，
根据剧情走向，评分也可能发生变化。爱该有的样子刚刚获得5.2分。这个节目是韩国节目的翻版，讲述了亲情的故事。一经传出，便招来不少怨气。两部剧中的勇敢女性都是1985年被带入这个世界的女专家。现在这种影响其实让大家觉得有些坑，毕竟她们曾经是电视剧的主力军。目前名气和流量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个人评分的数量，但作品的最终评分实际上取决于质量。不管多长时间，它都是体面的作品，它会被所有人看到。然后制造商应该关注它。在工作性质上，03肖战的印记又被拿出来了。光荣之路的每一次抛笔，都是在不为人知的情况下遭遇的屈辱之祸。不愧是顶级肖战。为了参加微博愿景会，我们的肖战久违现身荣誉通道，并迅速引发了高位风头。而且在仪式结束后，这个有标记的地基很快就变成了小贩们用来取钱的选修工具，因为上面满是工匠的标记。这不，内场还在发挥作用，外场的定位球已经被切断了。其中小贩最多的，一般就是当晚最担心的肖战印记。看到我想说的警官版折痕有多严重，我想花了不止一场战斗才把它找回来，对吗？放在纪要上卖其实是一个重大的迷茫场合，需要强调一下不谦虚。更何况肖战在荣誉之路上逛了半天，模仿他打分前的丢笔动作，再次上热搜，一如既往的霸道。信不信？如果你一直关注肖战，你会发现他在荣誉通道上做标记前的任务是摇晃手中的记号笔，然后在左右最高处签名双方，从2019年开始。更何况他那堪称典范的甩笔行为，说不定还与他还有些耿直时在名誉之路上遭遇的奇耻大辱有关。前段时间他参加了杂志的设计晚会，却在走上名誉之路时得到了一支没水的记号笔。发现马克笔不对劲之后，肖战浑身都有些发懵。果不其然，他还是个年轻的新人，满屏都是迷茫。从那时起，肖战不断的先甩笔再划记号，从直白到媒体最高点的转变，虽然甩笔记号吸引了爆屏，也对他的形象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就像这首不管有没有水，不管笔有没有乱，看看我们肖战还未动静的标记。而事实上，肖战直接用记号笔在布景板上剪了出来，这就是明明用的是银笔，却让他的记号在黑暗中凹陷的原因。高管们的这种紧急情况已满邮票。